山东舰结束演习之后啊，居然是直奔了关岛，这大出美国意料。这就是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出我的节奏，要打乱美国的军事布局，阻断美国增兵亚太的可能。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现在外界呀对山东舰的这个动向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就说这个是解放军主动出击要去打关岛吗？这个动向啊，我们可以看出啊，这首先啊是对美国现在和菲律宾正在搞的这个规模最大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的一个回应。但如果我们往更远更全的方面来看呢，它就是我们拒止战略的一部分。那现在咱们先说回美国和菲律宾现在搞的这个肩并肩联合军演啊，这个规模是最大，加起来都是1万多人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要干什么呢？很明显，要在南海地区，它要扰乱这个事态。我们注意它演习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这个岛礁作战啊。当然，它尼米兹航母它也过去了，是吧？哈，这岛礁作战的时候呢，它派出了它第3滨海战斗团，包括美国以前所谓的跳岛作战等这一系列机动作战，它都要在这里边进行实战化、进行演练，来摸索出各种战术。它依托着菲律宾的基地，现在菲律宾又同意提供4个基地给美国嘛，它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岛礁作战的演练，及时掌握它的战术，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军事上的准备。这样呢，就可以把解放军牵制住啊。那他就希望中国能够合兵到南海地区啊，来和美国这边发生这种军事上的冲突。那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就可以啊，在这个你渡海的过程中消灭掉中国的这个兵力投送部队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就等你过来的时候，我在路上把你给消灭掉，把你干掉。他想去这么来干，这是他预设好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我们肯定不可能按照他这个场景来走，因为他要想完成他所谓这个岛礁作战啊，他这种所谓机动作战啊，有2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他必须得控制整个这个区域的制空制海权。如果这个控制不了，你显然岛礁作战你也完成不了，所谓机动你也机动不起来。第二一个，在控制了制空制海权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要有持续的这个军力能够投送过来啊。那这人从哪儿来呢？他肯定不会在第1岛链了，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很清楚，在第1岛链之内，他根本就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所以你看，他都把人撤呀，都往回撤到第2岛链那边去。他现在主要的这个军力的来源，包括这个人员啊，包括这种战略轰炸机等等，他都要从关岛这边过来。他就形成了一个从关岛到西太平洋地区，到南海，到台海地区的这么一条非常长的这么一条投送链啊，这是美国要在西太地区去展示它武力要具备它的实战能力的这个作战能力很重要的啊这么一环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山东舰直接就奔着关岛那个方向去了哈。其实现在的主要意图还并不是说是要怎么去打关岛，而是要把美国这一条链条上的它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给它搞掉。哎，我们也倒过来可以进行分兵的办法，我们分兵一路出去，把它的这一条线给它掐断。因为你说就靠山东舰一个航母编队，你现在去打关岛，这肯定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个力量对比也非常的悬殊。当你要靠近的关岛的地方的时候，美国它那就是主场作战了，你这肯定就是处于一种劣势的状态，那肯定不是要去搞这个关岛，而是说要把美军这种增兵增援的可能性给它断掉。因为如果在这个关岛和这个西太之间的这一段广阔的这个空间之中，其实美国也捞不到什么太大的好处。我们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在这边，那也足够的受的，阻断这个制空制海权，这个事情也做得到。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你不能跟着美国他设好那个局你往里走，必须得按我们自己的路子来。这就是所谓那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要搞这种想阻断我们，想引出解放军的这个部队，然后你在这渡海过程中去消灭解放军的这些军力的话，倒过来我可以从根子上也断掉你这一条来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这其实也是我们拒止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